沒有衝突的關係不一定健康。很多人心中都有一種浪漫幻想，如果我們真的相愛，就不會吵架。電視劇和偶像劇推波助瀾，把愛情拍得像童話一樣，主角們永遠心有靈犀，從不為小事爭吵，永遠懂彼此的心意。這樣的畫面讓人心碎，但現實往往是另一回事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一段感情裡從來沒有任何分歧、任何摩擦，這真的代表關係健康嗎？還是代表有一方一直在壓抑自己，或者雙方都不敢說出真心話呢？懸念就在這裡，沒有衝突不一定是恩愛的證明，有時候它恰恰是危險的徵兆。有一對夫妻，紫薇和君亮，結婚10年，身邊的朋友都讚嘆他們零爭吵，不論是家庭聚餐還是朋友聚會，他們總是笑臉迎人，仿佛天生一對。但有一天，紫薇突然提出離婚，震驚所有人。朋友們紛紛問：你們不是一直很恩愛嗎？怎麼會？紫薇的回答讓人心頭一震。10年來，我從來沒跟他吵過架，因為每次我有意見，他都沉默或者敷衍我。慢慢的，我就不再表達了。最後，我發現我們雖然住在一起，但心裡的距離卻比誰都遠。這就是沒有衝突的陷阱，表面看似平靜，內心卻早已千瘡百孔。衝突不是敵人，而是信號。很多人害怕衝突，因為衝突伴隨着不舒服的情緒，吵架、冷戰、眼淚，甚至傷害。但其實衝突本身不是壞事，它更像是一個提醒鈴聲。就像汽車儀表板上的警告燈，一旦亮起，並不是要你把燈摔掉，而是提醒你需要檢查引擎。同樣的，衝突是提醒我們，在關係裡有一些需要被看見、被理解、被調整的地方。如果沒有衝突，不代表沒有問題哦，而可能代表問題被掩蓋。俊澤和淑敏同居後有一個小摩擦，鞋子到底要不要擺整齊？淑敏很在意整潔，每次看到俊澤把鞋子亂放，就心裡不舒服。但他不想破壞甜蜜氛圍，所以每次都默默收好，還自我安慰：小事不值得計較。日子久了，淑敏心裡的不滿越積越多。有一天，她終於忍不住爆發大吼：你根本不尊重我！俊澤一臉錯愕：只是鞋子啊，有必要這樣嗎？這就是典型的例子，不是鞋子有多重要，而是長期壓抑，讓問題從小火苗變成大火山。如果他們早一點談清楚，這場爆炸就可以避免。所以衝突不是壞事，能早一點發現不同，反而是關係的保護。衝突背後的真相，不同並不等於不和。很多伴侶害怕衝突，因為會誤以為我們吵架是不是代表我們不適合啊？其實吵架的本質不是不合，而是不同。不同的成長背景，對金錢、家務、時間有不同看法，不同的性格習慣，有人外向，有人內向，不同的需求，一方需要陪伴，一方需要空間。這些不同是必然的，因為沒有人是你的複製人。如果兩人之間沒有任何不同，那可能不是合拍，而是其中一方完全消失。健康的關係不是沒有衝突，而是有能力在不同中找到平衡。現代情侶的迷思，假裝沒事就能解決。現代人很怕麻煩，於是很多人用沉默當解決方式，例如情侶冷戰，誰都不開口，等時間沖淡；家庭爭執，誰都不提，假裝沒發生；職場矛盾，誰都不談，保持表面和平。
表面上沒事了，其實只是沒說而已耶。問題像灰塵被掃進地毯下，暫時看不見，但時間一久，整間屋子還是會被灰塵淹沒哦。所以沒有衝突並不代表健康，反而代表你們可能習慣逃避。逃避不是解決，反而會讓關係失去真實。衝突中的轉折，它能讓我們更親近。聽起來很矛盾，但許多伴侶都證明過，如果願意好好面對衝突，感情會更深。就像兩個人一起經歷一場風暴，雖然狼狽，但因為彼此沒有放手，所以走過風暴後，關係反而更牢固。舉個例子，世傑和美雲曾因誰該照顧雙方父母吵到差點分手，但他們後來冷靜下來，把心裡的擔憂講出來，才發現世傑怕美雲太辛苦，美雲怕世傑有壓力。原來他們爭吵的起點不是不愛，而是太在乎。經過這次，他們反而更懂彼此的心。健康關係的關鍵不是零爭吵，而是會修復。真正的靈魂伴侶不是從來不吵架，而是每一次吵架後都能修復。他們學會在爭執後道歉，而不是拉黑對方。他們學會解釋心情，而不是推卸責任。他們學會尋找共識，而不是只想贏。所以健康的關係不是永遠平靜，而是就算起風下雨，也知道怎麼一起撐傘。結語，讓衝突成為愛的助力。沒有衝突的關係不一定健康，因為那可能只是沉默、壓抑或逃避。但有衝突的關係卻可以很健康，只要雙方願意。一、看見不同，而不是否定彼此。二、用對話代替冷戰，用理解代替指控。三、把我對你轉換成我們對問題。這樣的衝突會成為愛的養分，因為只有真實的面對，愛才能扎根，關係才能成長。所以請不要害怕衝突啦，真正需要害怕的是明明心裡有事哦，卻永遠不敢說出口。當你們能夠把衝突變成連結，那麼這段關係才是真正的健康，也才能成為靈魂伴侶的基礎。